如果高升还活着，就一定还在里面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进去看看。希姐，注意安全。高升，是你吗？高升，我是叶流希，现在安全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高升，大家都平安，我带你出去，去见小柳他们，好吗？高深，我一天找不到你，搜索就不会停止。我不能让小柳失望。谢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们进入矿山那一天，我就被龙之关押在了矿洞里。小柳，醒醒！小柳，你看看我！小柳，小柳，我才是高深，我才是高深啊！你们冲我来！你们冲我来啊！我听守卫说，你往黑石城来，就决定逃跑了。但我在逃跑的过程中走投无路，只好掉入金池，身体被池水给腐蚀了。但还好，青叶救了我。他的咸竹能缓解我的症状，可当我再次醒来，我已经变成了浑身蛇鳞的怪物。又过了不知多久，我醒了。饿了，就趁机死坑的肉骨；无聊，就在金池里游泳。随心所欲的，也没什么不好。谢小姐，这是我在池底找到的兽首黄杨的碎片。你抽取了试试看，能不能把它复原？我拼过，一块都不少。还有一件事，之前我背叛了大家，曾经拿枪指着你，如今你还愿意来找我，我很感激你。但我希望你跟大家说，高山已经死了，小柳可能会难过，但他
难过一阵也就好了。小柳就是嘴巴厉害，心其实很软。他会因为同情而跟我在一起。但是你看，我现在的样子，我们不可能的。高深，你跟我出去好吗？我们可以不出关。我先跟你找个地方安置，我们找医生也好，方式也好，我们一个一个的试，我们总会有办法治好你的。谢小姐，我拜托你了，你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。高深，高深，你跟我休息。谢谢。醒了？怎么了？头不舒服了吗？放心吧，东哥，我伤早就好了。睡一觉，才有力气接希姐跟刚生呢。小柳，你干爹背后的生意你并不知情，他现在已经伏法了。之后你是要工作还是学习？我和飞唐都会帮你。是啊，小柳，必须帮你。好的，谢谢东哥，还有堂哥。哟，这可是你第一次叫我哥，我也升级了。找人把兽首修复一下。李金鳌，谁呀？高深的事怎么样？不乐观。六喜小姐，你来看，这儿。咸猪慎用，过量恐有人蛇之语。这个世间万物啊，它都是相生相克的。咸猪是药吧，但它也是毒啊。大量的使用咸液之后，虽然说止住了它皮肉的腐烂，但是啊，在它这个皮肤的表层啊，也会形成一层永抗晶池的蛇鳞。接着，他的大脑就会受到伤害，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消失。再接着，他连他自己是个人他都不知道了，他会彻底的变成一条人蛇，多可怕！如果按你所说的，你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他皮肤上已然形成了那层蛇鳞，那完了，那留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，说不定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变成一条人蛇了。这就原来我们在市集上收集到的所有异兽条目，我都找方式核对勘误过，绝不会有错。但是，刘喜小姐，你跟我来。
来！我现在啊，有一个大胆而且疯狂的想法，把高升跟皮影人结合在一起。这是有记录的。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？怎么做呢？这个事儿概念简单，但处理起来细节比较复杂。我还得上博物馆去查看典籍，一定全力以赴把高升救活。虽然跟皮影人结合后，高升也许会体现出皮影人的特性，但总比什么人妖人蛇强吧？可是皮影秘术已经失灵了呀，没有皮影人可以站得起来。皮影人要想站起来，刘喜谷就得死，得还骨皮影人。但是你看，你这节骨头，不就等于完美的死去了吗？不就等于已经还骨于皮影人了吗？那等于说，只要我同意，高升也同意，就可以立马实施了。不过还有一个难点，人和皮影人要想结合在一起啊，这个皮影人啊就得雕刻的惟妙惟肖。但是他现在毁容了，你说到哪去找一个这样的雕刻师？还得知道他以前长得什么样，还得把他雕刻的惟妙惟肖。难点在这儿。巧了，我刚好认识这么个老艺术家。老艺术家。这样的人，亮之兽，东哥，你回来了，回来看看。快进屋。东哥，这个石小姐，我愿意当个皮影人。你想清楚了，当了皮影人之后，你只是有一个人的模样，但毕竟跟人还是不一样的。我很满足了，可以见光，可以说话，可以有个人的样子，在太阳下走，我很满足了。李金鳌，哎呦，刘琦小姐，这马上出关了，你怎么还有功夫上这儿来啊？
不放心是吧？哎呦，你放心吧，你出关的事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而且你出关以后交代我们的事儿，我们也一定会做好。什么意思啊？拿着。我真的我对这个那我走了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刘希小姐对我的信任。你放心，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她，我会寸步不离地保护她。谢谢，我是好了，别跟我煽情，走了。谢谢刘希小姐对我的信任。谁能想到对付异兽的不是方术，而是法杖上的黄金？这黄金啊，永远是个好东西，这从来不会改变。但我觉得现在有些情况该改变改变了，比如说羽林卫和方氏，为什么要家族垄断？为什么要世袭相传？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。从此以后，羽林卫和方氏就是职业，不再是家族之名。想做羽林卫的就可以做羽林卫，那些学术技能过关的也可以入方氏门。当然，那些世袭的羽林卫方氏，要是不想继承父业，没关系，也可以做个买卖，当个手艺人。我觉得挺好。那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我很快回来，路上小心。希姐，这个我找人补好了。叶流西要出关了，2只兽首黄羊杯都在他手上。如果他开关，你不担心吗？我为什么要担心啊？这就是西出玉门。怎么了？有心事？咱们跟着西主9个月就打下了黑石城，就连当年的厉望东，太没这本事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不过打下黑石城还不算什么，咱们西主那可是出关的角儿。下一步绝妖鬼于玉门，咱们就可以出关，过好日子去了。大哥，这不行吧？那关外的铁皮车都满建好了，还有什么飞机啊、大炮，人还多。那咱比人吗？比不过吧？那比家伙事儿，那更不行。那怎么打？是啊，要是把我们当成怪物都关起来，那可惨了。大哥，要我说，要不咱们还是搞偷袭吧，打完咱就跑，跑完接着回去打呗。水起就是了的。他们怎么
到了别人的地盘，不应该是安守本分、客客气气，跟人搞好关系吗？怎么想的还是打抢，被关起来？我真的要带这些人出关吗？阿和，你想出关吗？出关一步，血流干呢。我之前进雨林卫的时候，就听他们讲的，这博古妖家自带诅咒，这关内人出去了，立马变干尸，一滴血都不剩。所以，我也一直都没想过要出关。那如果不用血流干，你想？也没有特别想。之前看小电影的时候，是有点羡慕，但也就看看。真出去，这么多人，怎么去适应外面的生活？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。哦，还有啊，我们光想着出去，也不想着别人怎么看。哦，换作是我，这么多来路不明的人突然出现，这不是惊喜，这是惊吓。那让你一辈子待在关内，你甘心吗？我觉得关内也挺好的，金窝银窝，不比我的狗窝吗？就算这关内真的很多地方不如关外，那我们也可以靠自己的生活去解决啊。为什么一定要跑到别人的领地，去看别人脸色？我一直以来就只有一个目标，打开关内破狱。要想开关，就要放出博古妖家里的异兽。这些异兽说不定会危害关内外的百姓，但是要将异兽灭了，我这钢筋铁骨，昌东的新贤，高深的皮影人，还有你的带蛇，就全部都没有了。怎么能又想着依赖他，还想绝了他？但这毕竟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。不过现在，我有了另一个梦想，那是一个不再杀戮嗜血的世界。是昌东跟你们改变了我。你说现在东哥身体好了，这次来接西姐，很有可能西姐就出来了。咱就这么个接法，是不是也太寒酸了？怎么，你要敲锣打鼓拉个横幅吗？这不解风情。你说西姐出来，第一时间她想看到什么？东哥和我。她想看到的是气氛，既熟悉又陌生，充满回忆，恍如隔世的气氛。那怎么弄啊？你比如啊，咱把西姐之前那破面包车咱给她开了，西姐一看，车没变，咱人也没变，她在回想这几个月的种种，哎呦，那你说那气氛一下子不就上来了吗？哎，得了吧，咱要开那破车来海龙堆，咱都开不到这地方。会不会是西姐来了呀？起风了。也不一定，这段时间这个地方风本来就大。西姐，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会跟着你。我等你回来。
你说万一西姐出来不知道咱们在这儿怎么办呀？要不然我放几个小眼儿吧，那小眼儿就顺着它飞过去，它看见小眼儿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？行啊。哎，东哥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在过了很久之后，也就是我能够自由地进入黑石城典藏室，研读关内外书籍之后，我才大概知道关内外是怎么一回事儿。哼哼，用关外的话来说，那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连接在一起的关内跟关外的两个世界，不知为何分割开，成为平行存在的两个世界，而无法接触到彼此。关内关外的风俗人文、物种特性、地域风貌各自演化，各自不同。两个世界冥冥之中又存在着某种关联。关外呢，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说法，我们关内则叫它玉门关。关门内的夺骨妖架就是之一。要进出关内外，要么有兽首黄羊，要么有像叶流溪一样的特殊体质，不然关内的人到了关外，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，出关一步，血流干呐。月光悄悄，岁月某一刹，卷起淡漠，慢慢的风沙。承诺，我再一次选择从伯虎药家经过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在那里，一定在那里，不会让我失望。门后藏着一道疤。古老歌谣被谁给丢下，埋在迷雾静静的开花。我们坍塌命中的悬崖，却又期待真心的回答。这一次将我穿过荒凉，拥抱了戈壁美丽的星光。你微笑的模样，每一个的肩膀，荆棘路上默契相望，有一起变得茫然，彼此围住去散落，是风里
到墙是地狱寒夜的城墙，是指向遥远的市场。那天开始变成了牵挂，听惯呼啸而来的风沙，呼啸而来的风沙。我是这个抽着的人啊，谁的心里没有一道疤？在出关之前，我问了银蛇，结果为什么你知道了？说什么呀？说我这趟出关，不管我求什么，都会顺心随意。没事，你有你的步骤，我尊重你。你计划你的，我完成我的。未来你要是觉得你的好，就再来一次；要是不如我的，就以我的为准。好。让你去。像场梦啊，越过年华，醉了的回回，把呀，别去害怕，纸面纷杂，有我啊，有我啊，这一起乘风穿过黄跟了我吧。你把我当什么人？这金子能卖多少钱呀？讲完了？那您还没有说，那个高升和小柳到底最后结婚没有？还有那个肥堂和阿和，后来就生活在关内了吗？那这样吧，您告诉我，昌东和叶流西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成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这都是我听来的故事。叶流西和昌东都是那故事里的人，还有那个关内关外都是传说，你根本找不到他们去过的地方。行了，这个故事我讲到现在算是结束了。酒也喝完了，今儿个咱爷俩在一块聊天，这是缘分，得赶路喽。老人家，您不住店了吗？
来来来，阿和，拍张照。OK 了，吃好吃的，走。自己去看嘛。你在画什么呀？我在画我妈妈。你吹牛吧你！你妈妈怎么可能是一个机器人呢？小东西，走，回家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回来了。啊，走啊！来，跳着走。呀，给你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。关于丁柳和高深的结局吧，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据说在沙漠深处起风沙时，人们偶尔会看到一辆满载货物的吉普，车上有一对年轻的男女，看起来非常恩爱。他们自由穿行在大漠中，从此再也没有分开。
告你了！咋回事？我差点被人杀了！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！这里边。电话拿了吗？啊，刚那个女生她已经报警了。没事。西出玉门去，沙漠柳溪归。幼年写书人，我老沈一辈子走南闯北，见识过各种奇闻异事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你不是画画没灵感吗？看评剧吧。错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西北民间艺术评剧看一下。大哥，看评剧吧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西北。美女又来了，今天有些戏，给你说5。客官请上座，一会儿就来。牛肉好酒来了，把酒换上。来。谁啊？哎呀，我看你来了好几趟了，你能听懂？这都是老唱腔，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。姑娘喜欢？你是来旅游的？这么多皮影人，就一个人挑线，啊，真厉害。姑娘咋称呼？姓叶，叶流溪。啊，叶流溪，好名字。哈哈。哎，要不带2个走？我想找个人。我听说你有个外甥，叫昌东。我听说他这个人很厉害，曾经单人单车穿越达尔坡，人们都叫他沙辽。普通人到了那儿，就只有听天由命的份。但他是能刺透沙漠的一根獠牙。你想找长东当向导？是啊。哎，可能你也不清楚，2年前长东出事了，都上新闻了，让人骂得跟狗一样。你说这个黑色山茶，你知道还要找长东？我选的就是看中他的能耐，犯了1次错，不至于也丢了能耐吧？你跟我来。2年前，长东害死18个人，全世界都在骂他，不仅骂他，还骂孔英是个贱女人。来我这儿差不多3个多月吧，受不了了，走了。你不大记得你这个外甥啊？人家信任他，请他当向导。他仗着有经验，一意孤行，酿成我们大事故。
我看过新闻，当时死的人里头，有人刚生了娃，当了爸的。要我说，他再死机会都不够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沙漠那种地方，谁也说不准。哎，姑娘，我给你提个建议，沙漠里头太危险了，只有他鸟人，没有人鸟他的道理。你看长东，还起个啥外号叫沙辽，我听见都想笑。哎，姑娘。喂，没追上啊？你是不是扮老头扮上瘾了？这张照片你哪儿来的？你觉得我会隔着电话跟你说这些吗？你不是要找向导吗？我答应。长东，你已经废了2年了，谁还知道你这根獠牙好不好使？这样吧，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你要是能找到我，就证明你还有点脑子。咱们可以一起搭伙干点事。如果你没有找到，你就继续抱着皮影过吧。我想回家。没人找得到我们。回家。为什么叫你自己回来了？对不起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。长东，你为什么老在找气？你是不是扮老头扮上瘾了？你已经废了2年，谁还知道你这根獠牙好不好使？把我儿子还给我！谁怕19人？就差你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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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不要！雀巢咖啡招牌美式，清爽提神，好喝零脂。这次我龙之一定要赢。龙之准备了。雀巢咖啡招牌美式，龙之脱困绝技。15、16、17、18。我昨晚做梦，梦到了大富贵。大富贵，你那破超市都快倒闭了，
哎，今天有个女的来我这卖瘦手黄羊，店里的老师傅也看了，说不是假货，人家几十年都没有。闭嘴吧你！那兽首黄羊杯是我史博馆的镇馆之宝，它要是丢了，那新闻还不得闹翻天啊！飞腾，东哥，哎呦，咱俩得2年没见了。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贵人东来，东哥，赶紧坐。不用了，我来找你，请你帮个忙。你讲。我记得以前，你说过你有个朋友是富二代，在仁和巷内开了几家店。谁呀？齐刘海，谁找我啊？前几天刚给我那几家店换了新的监控。好了，你下班吧。你慢慢看啊，门口就这一个摄像头啊。你这个朋友是真没礼貌啊！我这是帮他，他笑都不对我笑一下。身上背着10几条人命呢，搁着你也笑不出来啊！黑色山茶知道吗？哦，就是他，带着人进去以后跟着人对着干，非选那个扎营地，沙包一来全都给埋里头了，自己女友都陪进去了。就他呀！是啊。人家死者家属躲在他家门口打得跟孙子似的，网上都有啊，你搜。找到了。他还有辆车，要是能查到车主信息，就方便了。那女的叫叶流西是吧？交给我吧，很快啊，你们俩聊。快点啊，东哥，我给你拿点串儿，随便找点东西打发他算了。快！来，东哥，还热乎。搞定了。租车平台上有他的车牌号，有登记他的电话，但是车主不姓叶，他住在龙谷省界的青壤镇。青壤镇。喂，你好，是黄德福先生吗？我是。您是不是有一辆西 MK0808的车？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哦，这样啊。之前呢，有一位女士开这辆车来我们店里落了东西，我想把东西给寄回去，可不知道地址。哦，那车呀，我早不开了，租给别人开了，是一个姓叶的女孩。你找她呀？她这一阵儿在那个青壤镇卖瓜呢。青壤镇卖瓜？啊，对，那地方就在青壤镇路大街口，对面有家餐馆。你好，需要吃点什么吗？啊，来一份快餐。要不要再喝点什么？不用了。行。还需不需要吃点什么？哦，不用了。哎，帮我加一壶水。嗯。好，谢谢了啊。哎，服务员，对面那个卖瓜的每天都在吗？一进门你就盯着他看，这么好看吗？
不就是做那个的吗？这么好干嘛？不就是做那个的吗？哦，喂，我找你。我刚吃完饭。知道，2楼是吧？行，知道了。进来吧。要不我先去洗个澡？不用，只陪聊怎么收费？一样，300。因为我今天来你这就接不到别的活了。说吧，想聊什么？你来这个地方多久了1年多。你同事们，镇上其他女孩熟吗？你回头客吧。说吧，想找谁？这镇子上干我们这一行的我都熟。有个叫叶流西的，认识吗？叶流西？没听说过哎。这个听起来像真名，干我们这一行谁用真名？消息要传回老家，丢死人了。他白天在街口卖瓜。我知道他，但是我和他没说过话呀。他是你什么人啊？青梅竹马，前女友，淘气。跟你没关系。他是不是做我们这一行的我不清楚，但我猜不是，顶多是个兼差。怎么说？因为他还做我们的司机啊。做我们这一行有多辛苦你是不知道，下班了还得走夜路，多危险呢。就前一阵子，我好几个姐妹都让变态给跟踪过，说那个变态长了一张皮脸。皮脸？就是一张软皮子蒙脸上，就露俩眼睛一个鼻子，你说这大晚上的多吓人啊！后来他们就找那个卖瓜的姑娘，就雇她接送，单程10块。我当时嫌贵就没加入，结果今天过来的时候就被跟了。改天我也找她接。买瓜吗？5磅老头了，你这不挺帅的吗？这么快进入主题啊？你也不寒暄一下？我还想切块瓜给你吃呢。你怎么知道这照片不是我造假？这身衣服，他第一次穿，只有我见过。第二个问题，这是哪儿的雅丹？海龙堆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这里土台盐碱成分重，有石膏泥，相比其他雅丹颜色偏灰白，白天阳光好的时候会泛银光，像鳞甲，
所以称之为海龙堆。你怎么知道这灰白不是下的霜雪？下雪是一大片，不是照片里这个样子。霜是水汽凝华，出现在日出前后。照片里阳光这么好，霜早化了。这里纬度高，日照时间长，夏天要到11点才天黑。你带我进海龙堆，我带你找孔央。去达尔坡的向导很好找，但是知道孔央具体位置的，找不到第二个。额头沙坡子距离海龙堆很远，尸体怎么会出现在那儿？又怎么会嵌到粘土包里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要我说几遍？我只负责找人，你只负责向导。爱去不去，不去拉倒。接不接？接不就行了？就这么定了，手机给我。你准备出发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啊，我白天都在这儿，找不到我给我打电话。昌东，你晚上住哪儿？怎么了？我去你那儿洗个澡。过夜的房费都付了，洗澡水不用白不用，我也懒得去公共浴室了。你家不能洗吗？这是我家。那怎么没拿下呢？兽首黄羊多有名啊，史博物馆收着呢。你第一眼看到也会觉得是赝品，不会往真了去想。而且人家也不卖呀。那女的前脚一走，我后脚就回过味来了。行了行了，没事了啊。出门往西，大富贵。贵人东来，来的是昌东。昌东要找叶流西，叶流西西，叶流西兽首黄羊。大富贵。有事？美女，冷吗？要不上我那上面坐坐，喝点酒，热乎热乎。这还挺好看的，好看吗？我也试试，给我试试。哎呀，这颜色好看呐！你别骗我。
怎么会对一个酒店房间的门叫我的名字啊？你知道我住不起酒店的。我刚刚把车停在后面停车场了，我这不刚一上来就听见你叫我的名字。我说过要去你房间洗澡，这是2楼吧？你是住2楼吧？是，看错人了。昌东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在喘啊？跟我来吧。洗手间在里面。那你先洗吧。你去哪儿？牵